抓捕一個國家的總統需要多久？對於常規軍隊來說，這可能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對於那一小撮人來說，答案是1個小時。在美國陸軍的官方編制表裡，這支部隊很長一段時間根本不存在。如果你去問五角大樓，他們會用一堆諸如戰鬥英勇大隊、陸軍保密單位或是綠色特遣隊這樣奇怪的名字來搪塞你。而在那個只有極少數人能進入的核心圈層裡，他們只稱呼自己為那個单位。他們不是好萊塢電影裡那些肌肉發達、行事張揚的動作明星，他們看起来更像是你剛在超市碰到的穿着格子襯衫和登山鞋的中年大叔。但就是這群看似平平無奇的人，卻手握着這個星球上最先進的武器，執行着最高風險、最敏感的國家級任務。他們就是三角洲特種部隊。作為美軍第一梯隊的作戰單位，他們是金字塔的最頂端，是美軍真正壓箱底的寶貝。但你是否想過，這樣一支能在全球範圍內通過外科手術式打擊切除毒瘤的部隊，究竟是如何煉成的？今天我們將撥開好萊塢電影的濾鏡，帶你走進三角洲的選拔現場，看看他們手裡那些讓對手絕望的黑科技，更要帶你深入那鮮為人知的龐大後勤與支援體系。傳奇的部隊其實是始於一場災難。對於三角洲部隊來說，他們的歷史並不是寫在功勞簿上的，而是刻在一塊恥辱柱上。時間回到1980年，伊朗危機爆发，為了營救被扣押的美國外交官，美軍啟動了鷹爪行動。美軍的計劃堪稱完美，集結了海陸空三軍的精銳。然而現實卻給了美國人一記響亮的耳光。由於缺乏統一的指揮體系，各軍種之間配合生疏，通讯混亂，一場沙尘暴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混亂中，一架直升機與一架運輸機迎頭相撞，巨大的火球吞噬了8名美軍士兵的生命。行動還沒開始就宣告徹底失敗。這次慘敗讓五角大樓突然發現，美軍現在手裡握着幾百萬大軍，擁有坦克、航母和 B-52 轟炸機，卻竟然找不出一個能幹這種精細活的專業特種部隊。痛定思痛，美軍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徹底改變了現代特種作戰的格局。他們成立了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其目的只有一個：統一指揮最頂尖的特戰力量。與此同時，為了不再讓特種兵因為司機不專業而送命，第160特種作戰航空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暗夜千行者应運而生。這群瘋子飛行員開着深度魔改的直升機，能在漆黑的夜裡貼着電線桿飛行，專門負責接送三角洲這樣的 VIP 客戶。在這個體系下，三角洲部隊被確立為第一梯隊，這就形成了一個有趣的，雖然官方不承認但真實存在的內卷機制。第二梯隊的綠色貝雷帽負責訓練友軍、打游擊，是戰士外交官。海豹突擊隊負責2棲全能作戰。第75游騎兵團則是最強的輕步兵，負責踹門和大規模突擊。而這所有的精英，他們職業生涯的終極夢想就是通過選拔進入第一梯隊的三角洲部隊。這套體系的建立讓三角洲部隊獲得了傳說中無限預算，他們可以採購、測試甚至定制這個星球上任何他們想要的武器，但相應的他們要承擔起那些被視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進入三角洲？首先你得是精英中的精英，大多數候選人已經是在綠色貝雷帽或游骑兵团服役多年的老兵，但即使你已經是精英，来到這裡也僅僅是獲得了一張门票，因為三角洲的選拔過程被稱為地獄中的地獄。在這裡，教官不會像電影裡那樣對着你大吼大叫來激勵你，相反，他們冷漠的像是一台機器。選拔的核心環節叫長距離負重行軍，教官會把你扔到西弗吉尼亞州的深山老林裡，給你一個指北針、一張地圖，讓你背上幾十公斤的鐵塊，指着遠處的一座山頭說天亮前到。最變態的是，他們從來不告訴你標準是什麼。當你累得吐血爬到終點時，教官可能連頭都不抬，看一眼表，冷冷地說一句繼續下一個點。這種精神折磨旨在篩選出一類特殊的人，他們不要只會聽命令的机器人，也不要只會逞能的肌肉猛男，他們要的是超人，那種在身體和精神都達到极限，依然能冷靜分析局勢，記住地形，做出正確戰術決策的專家。通過體能測試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更为嚴苛的心理評估。三角洲會請來一大幫心理學博士，對你進行全方位的毒舌攻擊，試圖激怒你，找出你性格中哪怕針尖大小的縫隙。如果你表現出一絲猶豫或暴躁，對不起，卷鋪蓋走人。如果你有幸留下來，通過了長達6個月的操作員培訓課程，你将面臨一項讓普通人瑟瑟發抖的訓練——信任射擊。這不是打直靶子，在這個訓練裡，
扮演人質的是你或者你的隊友，你必須坐在那裡看着你的隊友冲进房間，用实弹，各位听清楚了，是真枪实弹，貼着你的头皮和耳根，射擊你身後的靶標。只要開槍的人手稍微抖一下，這就是一起嚴重的訓練事故。說是事故那是好聽，搞不好就是自己或者隊友的命沒了。那種把性命完全交托給戰友的絕對信任，才是三角洲能夠成為世界頂尖特種部队的真正原因。想做到這一點，僅僅有信任是不夠的，你還得有技術。在三角洲的訓練基地，有一座全天候運轉的建築，代號殺戮屋。這不是普通的靶場，這裡的牆壁內嵌了防彈橡膠，就是為了讓隊員們在裡面毫無顧忌地潑灑彈藥。這裡的訓練極其枯燥且危險，衝進去2發子彈打頭，1發子彈打胸，這是標準的莫桑比克射擊法。但三角洲的要求是，在戴着防毒面具、充滿催淚瓦斯，甚至可以說是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下，你必須在0點幾秒內分辨出誰是敵人，誰是人質。甚至有傳言說，為了模擬真實戰場的混亂，教官會把大功率音響開到最大，播放重金屬搖滾或者慘叫聲，然後在地上灑滿鮮血和內臟。在這種腎上腺素狂飆、感官過載的情況下，你的肌肉記憶必須快過你的大腦。任何一次遲疑或者一次誤傷，你的三角洲生涯就此終結。在這種高壓下練出來的隊伍，進了真正的戰場，哪怕子彈在眉毛邊上飛，他們也能保持心如止水，也能精準地完成任務。正是這種選拔機制造就了三角洲獨特的人員構成，他們平均年齡在35歲左右，外表普通。他們可能不是身體最強壯的，但一定是心態最穩、最適合那個致命環境的人。一旦通過選拔，你就擁有了打開美軍武器庫最高權限的鑰匙。在這裡，美元不是錢，只不過是三角洲增加戰鬥力的燃料。讓我們看看這幫老兵油子手裡現在拿着什麼家伙。 HK416， 這可以說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突擊步槍了，它可以說和三角洲互相成就。但是武器总是不斷进化的，三角洲已經跨入了下一代班族武器时代，他們手中的主力正在換裝 SIG Sailor XM7 步槍。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放棄了北約通用的 5.56 毫米子彈，而是改用更大口径的，使用 6.8 毫米口径特种彈药。这种子彈的威力大得驚人，目前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的防彈衣對於這個口徑的子彈沒有很好的防護效果，這無疑大大增強了三角洲的戰鬥力。更可怕的是槍上的瞄準鏡，說是瞄準鏡，其實更準確的名稱叫做 Vertex XM157 智能火控系統。這玩意兒集成了激光測距、空氣壓力計和彈道電腦，你只需要從鏡子裡瞄準， AI 會自動幫你算出提前量和落點。這已經不是在打仗了，這放在遊戲裡面一般叫開掛，是純粹的降維打擊。當然，我們都知道三角洲經常需要執行隱秘任務，他們還需要一把短管突擊步槍。三角洲選擇的是 SIG MCX Rattler， 短的能塞進公事包，配合點300 Blackout 彈藥和頂級消音器，開火的聲音極其微弱。當你還在懷疑隔壁是不是在搞裝修，三角洲可能已經完成任務撤退了。而最讓對手想罵人的是他們的眼睛。三角洲普及的 L3 哈里斯 ENVG-B 夜視儀帶有热成像融合功能。經常當特種兵的觀眾都知道，普通夜視儀看到的是綠油油的一片，但在 ENVG-B 的視野裡，敵人就像是一個個發光的帶着醒目輪廓線的目標。此外，他們手臂上綁着的 ATAK 終端，這東西外飾上就像一個平板，但是內部連接着頭頂成百上千顆衛星和高空長航式無人機。隊長在屏幕上劃一道線，後方的火力支援、電子干擾、情報分析就會同步跟進。這不再是蘭博式的單打獨鬥，這是一場高科技的聯合作戰。但是擁有最強的戰士和最先進的槍，就一定能打贏戰爭嗎？並不是。正如拿破崙所說，軍隊靠未來行軍。在每一名三角洲特種兵的身後，站着的是一個龐大到令人窒息的後勤支援體系，這才是美軍戰鬥力能夠持久的原因。現在的衝突可能發生在世界任何角落。為了讓這些頂尖殺手能吃好睡好，美軍將搬家這項技能點到了滿級。在馬薩諸塞州的德文斯堡，軍方研發出了一種名為部隊提供者的系統，一個能容納150人的全功能基地，包括指揮中心、恆溫宿舍、全電廚房，甚至淋浴間，可以全部塞進一架 C-17 運輸機裡。一旦落地，只需4個小時，這個便攜式基地就能搭建完成。是不是有點紅警裡面基地車的即視感了？這裡使用的是空氣梁帳篷技術，徹底拋棄了笨重的金屬支架，像充氣輪胎一樣堅固，能抵抗大風大雨，甚至能讓22名士兵在空調房裡舒舒服服地睡雙層床。外圍防禦則使用了可折疊的堡壘單元，以前需要10個人幹7個小時的沙袋牆，
現在只需要2個人加一台裝載機，20分鐘就能搞定，還能硬扛7.5噸卡車的重機。有了住的地方，還是得解決吃的問題。在德克薩斯州，美軍拥有全美最大的单体餐飲設施——斯萊格爾食堂，這裡每天要為4500名受訓士兵提供1日3餐。這不是簡單的做大鍋飯，這裡每周要消耗66000份餐食，僅2022年就提供了210萬份餐食，年度食品預算高達1420萬美元。而在那些無法建立食堂的前線，美軍每年供應超過3500萬份即食口糧。這不是壓縮餅乾，而是包含了24種口味、帶無火焰加熱器的晚餐。從豬排到意大利餃子，只需加入28克水，幾分鐘內就能吃上一頓熱飯。更有趣的是，為了降低偏遠基地的補給壓力，美軍甚至研發了淋浴水循環系統，能回收75%的洗澡水净化再利用。這個不是為了所謂的環保，而是為了減少運輸車隊在路面上面對路邊炸彈的風險。這就是為什麼三角洲能在1個多小時內執行抓捕，因為他們在出發前，那個龐大的後勤機器已經為他們鋪平了一切道路，填飽了他們的肚子，並在離戰場最近的地方給他們搭好了一張舒適的床，確保他們能夠養精蓄銳，應對最危險的挑戰。有了頂級的選拔、頂級的裝備和頂級的後勤，三角洲部隊交出了怎樣的答卷？如果說鷹爪行動是他們的黑歷史，那麼1993年的摩加迪沙之戰則是他們最為人知也最慘烈的高光時刻。在那場混亂的巷戰中，三角洲面对成千上万蜂擁而至的武装分子，幾十名三角洲队員憑借着近乎玄學的精準射擊，死死守住了墜擊點。其中，加里戈登和蘭迪舒哈特2名队員在明知必死的情況下，主動请纓所降到墜擊點保護受傷的飛行員。這種在絕境中依然冷靜的可怕的戰鬥素養，證明三角洲不僅僅是殺戮機器，更是有血有肉、重視隊友的英雄。進入21世紀，三角洲更是開啟了刷數據模式。2003年，他們終結了伊拉克的獨裁者。2006年，他們的偵察分隊鎖定了目標，並引導空襲將其擊斃。據統計，僅在伊拉克由三角洲部隊執行的小規模行動，就消滅了3000名目標，抓獲了9000人。這是一個恐怖的數字。而最近的戰績則更加體現了他們的手術刀特性。我們來細看一下2014年這次教科書般的行動。這是一個沒有月光的夜晚，24名三角洲隊員乘坐黑鷹和魚鷹低空突入敘利亞東部。這裡的關鍵不在於打，而在於怎麼打。這是一個深入敵後幾百公里的煉油廠家屬區，隊員們要在不驚動周圍數百名武裝力量的情況下，像幽靈一樣摸進核心建築。戰鬥是在極近距離爆發的，甚至一度發展成了白刃戰。據事後透露，三角洲隊員在極短時間內憑借夜視優勢和反恐戰術，在狹窄的走廊裡精準清除了所有反抗的守衛，擊斃了敵軍目標。更重要的是，他們順手搜刮了滿屋子的筆記本電腦和硬盤，這些情報直接導致了後續該組織石油走私網絡的崩潰。完成目標，搶情報，撤離，一氣呵成，這才是第一梯隊真正的恐怖之處。這些行動往往在夜間發起，利用技術優勢和空中支援從天而降，在敵人還沒反應過來之前，戰鬥就已經結束。回顧三角洲部隊的歷史，從1980年沙漠中的那一團火球，到如今橫行全球的特戰之王，這支部隊的進化史其實就是美軍特種作戰體系的進化史。他們證明了現代戰爭不再是单純的人海戰術或火力覆蓋，而是精銳人員、尖端科技與強大後勤體系的完美結合。目前，三角洲部隊依然生活在陰影之中，在官方口徑裡，他們可能永遠不存在。但當你在新聞裡看到某個獨裁者突然暴斃，或者某個棘手的危機被瞬間瓦解時，別懷疑，很大可能就是這群留着大鬍子、穿着便裝的隔壁大叔剛幹完活，正在和自己的隊友喝酒慶祝。他們是行走的戰爭機器，是美軍手裡那把最鋒利、最昂貴也最致命的利劍。對於這支充滿神秘色彩的部隊，你有什麼看法？如果你是這支小隊的指揮官，在現代高強度戰爭環境下，你會如何運用這24名頂尖戰士？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戰術設想。我是火力軍，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請不要吝嗇你的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期再見。